欢迎来到壁画太多。今晚我们要从一个擦亮皮靴、捋一捋山羊胡子的老头讲起。他在历史课本里是挨骂专业户，但你真了解他吗？你以为他是签了卖国条约的大罪人，可真相没那么扁平。他不是没挨过骂，也不是没挨过枪，但他活得比大多数人都通透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。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。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，无论是帝王将相、诗人、文豪，还是热点人物话题，都欢迎写在留言区。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。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。1860年代的中国，说实话，就是个摊子摆得挺大，但卖的东西不多的店铺。列强的炮火已经炸开门，朝廷却还在意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姓李的安徽人正拎着自己的算盘和一沓算盘外的计划，从曾国藩那边转正，迈进更高层。李鸿章是个练家子，他不是读圣贤书出身，而是从血泊里摸爬滚打杀出来的。他的崛起并不靠风雅，靠的是实干。他当年带兵平捻，剿太平天国，打完仗了还不走，把军队改成自己的班底。这种手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顺势控盘。当时的清廷不缺文人，缺的是能让朝廷不塌的人。李鸿章很清楚，纸上谈兵没人信，只有兵权握在手上，话才能说得响。所以他一边搞军政，一边亲自下场招商引资。是的，他搞洋务不是为了洋气，而是实打实想让这个国家别再被打。北洋水师、京汉铁路、电报、洋炮、工厂，在那个几乎连铁路都得先请示风水的时代，李鸿章几乎是拼命在扛着整个中国往前走。可惜他不是一个人干这事，他头上有慈禧，有朝堂一帮清流，有满腹经纶但脚不沾地的老臣子。你得想象一下，在一张全是补丁的旧棉被上，他想补一块新的，还得先和家里老人解释3天。他曾有机会不走官场，安心搞实业，哪怕去做个外国顾问，都比留在这个烂摊子里舒服。但他偏不，他要赌。他不信一个垂死的王朝不能救，他赌的是时间和人心。而现实却是，他拼命打造的北洋舰队还没来得及发挥，朝廷已经开始克扣军饷。他花大价钱造出来的军舰，因为缺燃油也没有练习，开出去跟不会游泳的孩子一个样。李鸿章当然知道，他越往前走就越靠近火坑，但他也知道不走就没人走。他其实没那么忠君，也没那么投机，他只是太明白这个国家的体制，你要想改革，就得自己先变成那个旧体制里的最硬核的一份子，这样你才能活下来，然后再动刀。在清末那几年，他是唯一一个能在国际上和列强平起平坐谈事情的中国官员。他会讲外交辞令，更懂得忍。别人说他是个滑头，其实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在哪个位置，有什么选择。别人想立功，他想保命，不是自己的命，是这个国家的命。他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决定都带着只要我死不了，我还能扛一扛的味道。他对朝廷那套漏规看得清清楚楚，却还是每天穿着官服准时上朝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
他不是心甘情愿，是太知道如果自己扔下这个摊子，接下来的不是什么闲人当政，而是更乱。他的晚年是硬撑，他撑着一支吃不饱练不够的海军，撑着一个内忧外患还互相踩的官场。他知道北洋舰队可能打不过，但他仍然砸钱拼命训练，甚至尝试给军官送羊水换脑子。他的底色不是完美，是清醒。你问他有没有后悔过当初不当个闲散老头去做诗，也许有，但当年的中国不缺诗人，缺的是能跟日本人正面开会开炮还能开局面的人。李鸿章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国士无双，他只是觉得轮到自己了，不能缩。就在他为国家奔走时，日本正在暗地里摩拳擦掌。李鸿章不是不知道，但他太清楚清廷的毛病是反应迟钝，他只能加速自己那一部分。他不是没想打赢仗，但他更知道即便打输了，也得有个人在谈判桌上撑住点场面。你可以说这是宿命，也可以说这是自找的，但这就是李鸿章，看得清，走得稳，挨得住。而他接下来的人生将会带着屈辱2个字被钉在历史课本的那一页。洋务运动这4个字听起来挺洋气，实际上在清末搞这玩意儿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狠人。李鸿章属于后者，他明知道这是在旧大楼里修电梯，可还是一头扎了进去。他不想让中国完全照搬西方，但也知道打不过人家就得学点东西。于是他决定不等皇上点头，自己先动手。修铁路、办电报、建兵工厂，这些事在当时简直像是在紫禁城里点火。你想想，一个穿着官服的大臣忽然跟大家说，我们得盖洋楼、买机器、请外国专家，这不是搞事吗？但李鸿章敢，他知道这是国家活下去的最后机会。他从上海建起了江南制造局，修炮、造枪，接着往天津、保定一带铺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办学。他知道一堆枪炮算不了强国，得有能用这些玩意儿的人。他让年轻人出国留学，去英法德日看世界。有些老大人说，这不是卖国吗？李鸿章一笑，你们读书读了半辈子，也没看出朝廷怎么救得了命。但他也不是盲目崇洋，他搞的是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意思是骨子里咱还是中国人，只是穿了件西装。他不是想西化，他是想武装到牙齿，哪怕打不赢也得能吓住人。北洋水师就是这样来的，大炮、铁甲、烟囱冒烟的军舰停在港口上，就像只醒着的怪兽。李鸿章指着这些船说，这不是玩具，这是咱的底气。可是这些事也不是人人支持的，朝廷里一帮清流瞪着他，说他心向西移，离经叛道。你得明白，那时候的清廷习惯了文人掌权，李鸿章这种商人思维加实干主义，在那帮人眼里简直是另类。可他不理，他就是认准了一个理儿，人不怕学，人怕不变。他花了10几年时间，把北洋从一个啥也没有的地带变成了清朝最富最有武力的区域。他搞出铁路网，让军队和货物能在几天之内转运到东三省。他请了外国教官训练士兵，一套套西式队列和操练方式，看着都不像是大清军队。他办了外交学堂、海军学校，搞得跟现代大学差不多。但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，他的这些举动在朝堂上等于是
越位。皇上不高兴，朝臣更酸他，什么李中堂有野心，北洋一日不除，天下不稳，这种风言风语满天飞。他心里清楚，这是做事的人总要挨打，但他赌皇上能明白他是在救这个国家，不是在篡位。更难的是，这些年下来，虽然表面看起来风生水起，李鸿章却知道这一切都像是飘在水上的纸船。北洋水师牛不牛？牛，但军费是从哪儿来的？靠他自己摁着几个省，死抠。他知道，这种靠一个人维持的改革，一旦他倒了，什么都得打回原形。他曾多次上奏朝廷，希望将洋务系统制度化，让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。但朝廷从来不给明确答复。他明白，这是因为上面的人怕改革触动根本，怕旧利益集团闹事，怕百姓看不懂就反了。他知道自己正在用未来赌现在，赌得一身冷汗。他也不是没想过放弃，他年纪大了，病也多了。有次在病榻上，他对儿子说，你爹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仗打输了，是做了那么多事，回头看啥都没留下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像极了那个时代的无力感。他搞洋务不是为了谁夸他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不做，没人做。但你别以为他只是个改革家，他也是个政治玩家。他知道怎么用人，也知道怎么压人。他让手下的张之洞、盛宣怀、丁汝昌这些人各自独当一面，同时也保证他们不会飞太高。他平衡、调和、拉拢、施压，全靠经验和直觉。在大清这样一个不是看规矩，而是看人情的体系里，这就是生存之道。可惜时代不等人，他搞洋务时，西方已经进入资本加科技的新阶段。他再努力，也只是让清朝不那么落后，而不是真正强大。他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只是他太清楚，清廷根本跟不上节奏，他已经做到极限了。李鸿章不完美，他很多时候也妥协，也周旋，甚至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干净的事。但他是那个时代最接近实干家的存在，一个手握官印、肩挑骂名的人，试图在碎裂的帝国上搭建一座桥。桥修了一半，潮水却已经涌来。他站在桥头没退，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他拼命搞建设，不是因为他乐观，而是因为他悲观的太清醒。他知道中国如果不变，下一次战败可能连谈判桌都没有了。而他也知道，终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会因为一个条约被后人钉在耻辱柱上。但在那之前，他要尽一切努力告诉这个国家，你不是没救，只是你太慢。一个大清官员做到李鸿章这个位置，已经不能用得势形容了，他简直像是个副本开挂的玩家。手下有兵、有钱、有地盘，洋人尊称他为大人，连外国使节来北京都要先过天津去跟他通气。但你以为他风光？不，他天天活在刀尖上。不是外国的刀，是朝廷的，是那些穿着儒袍、满嘴仁义的清流们的嘴炮。李鸿章自己也知道，他的权力之所以大，是因为他替人背锅。朝廷想要稳，就得有人去挡风，他去挡，挡不住就等着挨骂。他不是皇帝，但他干的是皇帝该干的事。他不是摄政王，但他安排的是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命脉。朝中无人敢明说，但都心知肚明，李鸿章要是倒了，这摊子就真没人收了。问题是，他越往上爬，就越靠近皇权的雷区。
慈禧不是傻子，她当然看得出李鸿章的势头已经压过其他满臣。这不是什么能力强就能升职的系统，而是头太高会被削的环境。李鸿章一边干实事，一边要装的没野心。他修铁路得解释是为了便利军政，他搞教育要说是启发士子忠诚心，他跟洋人打交道还得在奏折里加上2句诚惶恐。他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在忠臣这个壳子里。他不想做皇帝，但他也不想当权臣变成替死鬼。朝廷每次让他回京述职，他都装病；慈禧每次想亲自召见，他都婉拒。不是他架子大，是他怕，一脚踏空，就可能落入谋逆的陷阱。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他的警觉性。朝廷曾想让他接替曾国藩，统管两江。当时这是个肥缺，也是全朝公认的帝国南门。别人抢破头，他推得干干净净。他的原话是：臣之才不足当此大任。他不想在太多权力的光环下被架到火上烤，他懂权力，也懂生存。他知道掌握太多不是荣耀，而是祸端。可即便他再怎么谨慎，那帮清流还是不依不饶。他们逮住机会就写弹劾奏折，说他结党营私，纵容杨仪，排斥旧臣。李鸿章有次在奏折上批了几个字，讽刺意味拉满：朝无奸臣，何来清流？他是那种嘴上不说狠话，但骨子里从来不软的人。他之所以能撑到今天，不是因为皇帝信任他，而是因为没得选，换谁上来，没人能镇得住这个局面。他就像一个夹在废墟中间的修补匠，不左边强烈，右边又塌。他不是在施展雄图伟业，而是在拼命防止国家完全崩掉。他明知道自己的对手不是外国列强，而是身边这些嘴比炮还猛的同僚，但他也不敢发作。他明白，一旦开战就是内斗。他宁愿被骂卖国贼，也不让国家陷入官场内战。他要的不是名，而是让大清多喘几口气。李鸿章最擅长的一招是以退为进。别人想当尚书，他推别人上；别人想掌财政，他主动分权；别人上书说他该辞职，他干脆顺势请辞，再由皇帝挽留。你以为他软，其实他早把这些人玩得团团转。他的厉害不在于谁都服他，而在于他让所有人都离不开他。他也知道慈禧终究是不信他的，每次北洋水师要经费，朝廷都是一拖再拖。他提新政，朝廷每次都打折扣。他靠自己一点点凑钱、调粮、招人，把北洋搞起来，却始终提心吊胆。他知道这套东西不是制度性的，是李鸿章式的。他一旦退休或倒台，这一切都得归零。朝廷对他既依赖又防备，他是那种你不想见他，但又离不开他的人。连外国人都看出来这一点。英国人说他是东方最狡猾的老狐狸，日本人说他是唯一值得交涉的中国官，而清廷既怕他壮大，又怕他倒下，真的是骑虎难下。他的心态也变了，年轻时他还有点改天换地的冲劲，到这会儿他明白了，自己不是改革者，只是个维稳高手。他不是要开辟新纪元，只是要让这个旧纪元慢点死。这个转变不是妥协，是清醒。他不想再做梦了，他只想这个国家不要输得太难看。他不是不痛苦，他的日记里写过：夜深梦回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亦不知国在何年。这是一种明明看得到崩溃，却必须假装一切正常的痛。他每天在战斗，
但不是为了胜利，而是为了不要输得太快。在那个上书一本能毙命，弹劾一回能毁一生的清末朝堂上，有一种人特别多，他们不搞实务，不动真刀真枪，整天就在奏折里练嘴功，他们被叫做清流。表面看，这些人道貌岸然，衣冠楚楚，实际上是朝廷里的键盘侠，满朝文臣谁都躲他们3分，而李鸿章是他们最挨骂的对象。清流们的逻辑很简单，不管你做的对不对，只要你跟洋人打交道，那你就卖国；只要你搞实业，学西方，那你就是离经叛道。而李鸿章呢，几乎把清末的现代化起步全包了，修铁路、造军舰、办洋务、派留学生，这些事在清流们眼里全是罪。他们在奏折上连篇累牍地骂他，说他媚夷误国，败坏纲常，字里行间恨不得把他钉进祠堂供人唾骂。最狠的一次是在甲午战前，他刚从朝鲜回来，正在天津操心北洋舰队的训练，结果一回头，满朝文武都在骂他，说他远交近攻，抛弃藩属，贻误军机。他摔了奏折，苦笑一声，不怪他们，他们没打过仗。这句话不是嘲讽，是无奈。他太明白，朝堂那帮人连军队怎么吃饭都不懂，还要指点江山。他们不在乎输赢，他们只在乎政治正确。更讽刺的是，清流们骂归骂，但真遇到问题，第一个喊快请李中堂来办。李鸿章是朝廷的脊梁，但也是替罪的肉靶子。他自己心知肚明，我只要不倒，他们就能站着骂；我一倒，他们连骂人的资格都没了。他也不是没想过反击。有一年，他真的火了，写了一道奏折，列出清流派数人名姓，说他们空谈误国，言行不一，沽名钓誉，话说得极狠。但慈禧压了这道折子，不准发下去。他知道，一旦李鸿章和清流派撕破脸，朝廷就要动荡。他需要平衡，也需要李鸿章继续当沉默的替身。李鸿章看得更明白，他逐渐学会了不再回嘴，不再反驳。他说，舌头的刀割不了我的甲，这不是心胸宽广，是深知局势所限。他选择沉默，不是因为认同清流，而是因为知道反击无益。最要命的是，清流派在老百姓中形象特别好，因为他们不涉及实权，不犯实际错误，说话又义正辞严，很容易被当成良臣模范。而李鸿章虽然做了很多实事，却因战事败了，赔了款，签了字，被骂得千夫所指。这就像一个人天天加班修桥铺路，结果因为一场水灾桥被冲垮，所有人都骂他祸国殃民。李鸿章知道这不是公平的世界，他有次在私下说，若有一日我不在朝中，天下将多3分混乱。他太清楚了，这个国家表面看是靠礼法撑着，实则是靠他这样能稳得住的人撑着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并不讨厌所有清流，他甚至欣赏其中几个，比如张佩纶、黄遵宪。他觉得这些人虽然嘴巴毒，但至少有真才实学。他曾试图提拔一些清流进实际部门，结果这些人一进来就被现实打得找不着北。他不讽刺，也不说我早说了，而是拍拍他们肩膀，说慢慢学。他不是没火气，是火气太多，烧到最后都熄了。他就像一个被骂了一辈子的医生，看着一帮不懂医术的人指点手术流程，还得笑着说，你说的对。他不是认输，而是明白这病现在没人能医，哪怕自己技术再好，
也得等病人肯吃药。他也不是不在意名声，只是他看得更远。他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会被骂，但他更希望100年后还有人愿意翻开史书，看一眼他当年那些被骂得最惨的时候，是不是其实在扛着最重的担子。他想活在历史的底部，不是高光处，而是那根垫着国家不塌的梁柱。而清流们呢，大多数的确没有贪污，也没搞权斗，但他们的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他们以清高自居，却无力建制；以笔墨为鉴，却不敢迎战。他们骂李鸿章投降，却没人敢代替他站上谈判桌。这种局面不是李鸿章选择的，而是他必须接住的。于是他接了，背了，熬了，也扛了。他继续干活，继续挨骂。他不是铁人，但他知道自己不倒，别人就能多撑一天。而这口气撑到最后，终于到了他最不想见的一天。甲午爆发，北洋水师即将面对命运的考验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清流的嘴不会挡子弹，而他也再没有退路。1894年春，海风还没热，李鸿章的眉头却早皱紧了。他坐在天津的小书房里，一手拿着来自朝鲜的情报，一手在地图上划圈。他知道这不是寻常的小打小闹，这是一个国家在试探大清的底线。而另一个国家，日本，已经准备好了。他更知道清廷没有准备好。甲午战争的前夜，朝廷看上去风平浪静，但李鸿章心里清楚，这种平静是地震前的那种。他不是不知道日本的野心，他派在东京的密探早就送来消息，说日本军队已经秘密调动，武器装备、后勤储备样样齐整。反观大清，兵力分散，军饷拖欠，舰队名存实亡。他想求朝廷拨款提前调兵，却被回一句：朝鲜之事容缓议。战火都快烧到裤脚了，李鸿章几乎是拍着桌子喊：若不先发制人，恐遭覆舟之祸。但没人听。慈禧关心的是颐和园的修缮，满朝文武还在争论朝鲜是不是藩属。这是一种集体麻木，谁都知道不妙，却谁都不肯先担责任。无奈之下，李鸿章只能用自己的资源偷偷调动兵力。他不是想打，而是想吓退对方。他心里有底儿，这仗一打，结果很可能不是胜负的问题，而是打完还有没有资格谈条件的问题。但他知道，不动就只能被动。他赌的是先机，是吓退敌人的那点心理战。然而日本并不怕。1894年7月，日本借朝鲜内乱为名率军登陆，行动迅速到让人瞠目。清军还在船上，日军已经列队出征。更绝的是，日本在进攻的同时，已经准备好了对外的宣传话术。清朝侵略我朝鲜，为保护东亚和平，日本不得不出兵。李鸿章听完只说了一句：对手换代了。他不是没见过战场，但这一回他第一次感到陌生。日本人打仗不再是靠人海，而是靠情报、靠装备、靠节奏。他们知道怎么宣传，怎么调动国际媒体，甚至怎么用外交语言包装战争。而清军这边，主帅不知道怎么下令，士兵不知道怎么换弹，舰船不知道去哪加煤。一切都在暴露，一切都在崩塌。他最心痛的是北洋水师，他一手打造倾尽心血的舰队，在黄海海战中像被推入海中的瓷器，被炸得粉碎。他曾经把希望压在这支舰队上，希望它能起到震慑作用。结果他像一只没拉开的弓，还没射出箭，就被砍断了弦。
李鸿章白了头，战报一份份送来，他在书房里默默看完，不吭声。身边的人说他那天做了整整一天，只喝了1盏冷茶。他知道这不是一场战败，这是一次体系的崩溃。从洋务到水师，从铁路到外交，他搭的这个牌楼在一次真正的对抗中被轻易推翻。他不是没预见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他不是不想反攻，而是手中已无牌。军队残破，补给断裂，京师震动。更糟的是，朝廷内还在互相推责，说李中堂督战不力。他看着这群人，心如死灰。这个国家不是没资源，是没意志；不是没机会，是没人愿意担责。仗还没打完，朝廷已经开始安排战后问责。李鸿章咬了牙，他不想认输，但他明白，再撑下去，不是打败日本，而是自己彻底垮台。他不是一个能感情用事的人，他太清楚，一旦天津被攻，下一步就是北京。他不是怕自己死，他怕一旦北京城破，这个国家会进入彻底的被宰模式。于是他主动请命前往日本议和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被骂，意味着背锅，意味着历史上那一笔写马关条约的永远是他。他知道自己走出国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从改革者变成了替罪羊，但他还是走了。不是他不痛，是因为他觉得不能再等了。再等1周，可能就是日本兵在紫禁城升旗。他赌赢了很多次，但这一次他赌输的是整个时代。而那个名叫李鸿章的人，在战败的尘埃中，慢慢从权臣变成一个沉默的老人。他不是失败者，他是亲手掀开现代中国门帘的人。只可惜门还没来得及撑开，就被风吹灭了火。1894年，黄海之上，海风卷起的不是浪，而是旧世界最后的尊严。当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，李鸿章站在岸边，眼睛眯成一条线。他没跟去。他知道自己要留在天津守后方，也知道这些船是他10几年努力的结晶。可就在出发前夕，他已经听说舰上的炮弹很多是陈年旧货，水兵的军饷已经拖了几个月。船是新造的，人是老练的，但心气散了。这是他对北洋水师最沉痛的评价，不是硬件不够，而是军心不稳，体系早烂。他曾数次请求补拨军费，朝廷一推再推，反而还让他节用为上。兵无粮，将无权，这样的军队哪怕铁剑如山，也顶不住一场现代化的战争。黄海海战爆发那天，天津的天空阴沉，他手里捏着战前总督丁汝昌的电报，只觉得心口发凉。电报写得简短，但字里行间全是告急。他很清楚，这不是试探，是生死。他派人连夜送去补给，又拨了最后一笔预备金，自己却一夜未眠。清晨，他收到消息，致远谏臣邓世昌殉国。他怔住，眼圈发红，转身坐回书桌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李鸿章不是不坚强，只是心态明白。致远舰是北洋的主力舰之一，邓世昌是他亲自提拔的将领。那一瞬间，他知道整个水师的命脉断了。他看着地图，海岸线一寸寸向内收缩，像一个摊开的旧棉袄，渐渐合拢。他没有掉泪，但写信给丁汝昌时用了一句：大势已去，然望不辱国体。这句话不是激励，是交代。他知道
他现在所求的不是胜利，而是体面。他要这支溃败的舰队，至少别像落水的纸船，稀里哗啦地散掉。可现实比他预想的还冷酷。日本舰队连夜追击，连战连胜，北洋舰队彻底崩盘，丁汝昌自杀，海军高层相继殉国，剩下的船或沉或降。整个北洋舰队曾经被誉为亚洲第一，如今成了历史的残骸。李鸿章看着报纸上的外媒评论，中国之水军自今日而亡，他没反驳，因为那是事实。这不仅是军事溃败，更是信仰的坍塌。他用10几年做出的努力，在短短几天被粉碎。他曾说，若成则开千秋新局，若败亦可留一线生机。而现在连生机也不剩了。他知道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，他这一整套技术自强的理念在战场上被彻底打了脸。而更让他无奈的是朝廷的态度。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，慈禧震怒，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否有人通敌。他不是想止损，而是想找替罪羊。李鸿章被点了名，要求写详细战况及失策之因。他写了，却不辩解。他只写臣知罪，但国事艰难，非一人可知。他说得很明白，这不是我李鸿章一个人的事，这是整个国家的病。可骂声如潮，民间开始流传李中堂误国、北洋止舰的段子，甚至有人跑到他天津府邸外面扔石头。他站在窗边，看着那些年轻人怒喊，清算奸臣，却没露出愤怒。他说，我不怕骂，怕的是无人在管事。他太明白朝廷要的是安慰剂，而他恰好是那颗最容易吞的药。他也不是没想过辞职，他上了一道折子，意思很明确，北洋战败，臣无颜再居高位，愿引咎辞职。结果朝廷不批，只说留守善后。他看穿了这意思，还早，你得接着背，背完所有锅再退。他叹了口气，回了一句，臣遵旨。但这一切没有击倒他，相反，他开始准备谈判。他知道北洋舰队毁了，下一步就是陆战失守，京津门户难保。他不能等日军打到北京才坐下来讲条件，他要先一步为这个国家争取到最不差的退路。他召集外交幕僚，重新调阅此前与日本所有谈判记录，甚至连日本国内舆论和政局都开始详细分析。他不是想讨价还价，而是想知道这一场已经注定的失败里，是否还能留下一丁点转机。他不是求赢，而是求不输得太彻底。在这个阶段，他彻底变了。他不再谈理想，不再说中学为体，他只谈现实。他说，若再拖延，则京畿必失，若京失，则国不可保。他把这句话写进奏折，语气冰冷，没有一点装饰。他清楚，慈禧若还不让他去谈判，那就不是亡国，是王朝。而这个被骂误国的老人即将再次披挂出征，不是带兵，是带笔，不是上战场，而是走进一个准备好让他签字背锅的剧场。他知道这次谁也救不了他，包括他自己，但他还是选择走，因为他知道他若不去，后面可能连签字的人都找不到了。1895年初，李鸿章踏上前往日本的船时，天空阴得像锅底。他站在甲板上，海风裹着寒意。他知道这趟出行不是荣耀，而是耻辱。他早就习惯了被推着走。甲午战败，水陆皆失，朝廷终于醒了，但已经太晚。
他不是去胜利谈判，而是去止血。天津出发前，慈禧只说了一句：“中堂此行，务必保全国体。”李鸿章低头应下，转身那一刻，没人看到他手指在袖中轻轻颤了2下。他知道，这次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一个部门，是整个朝廷的体面，是一个帝国残存的门面，而他是最后一层窗户纸。马关，四面环山的小港口，谈判桌设在春帆楼，楼不高，窗明几净，但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对面坐着的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。李鸿章看着他们，心里一沉，这2人不是普通政客，是看穿大清病灶的人。他们来不是来谈的，是来确认结果的。谈判第1天，日本开出条件，割让台湾、澎湖列岛、辽东半岛，赔款2亿2白银，开放通商口岸，承认朝鲜独立。李鸿章没意外，但还是闭眼片刻，沉默半晌，回了一句：“请容本使复奏。”不是推辞，是拖延。他知道第1轮不可能谈成，得先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几乎每天都在僵局中度过。李鸿章拿出他一贯的战术，软中带硬。他不是不让步，而是一步一停，争取每一点话语空间。他不是要赢，是要少输。他在每个细节上死咬，比如赔款能不能减一点，通商口岸能不能缓几年，台湾能不能只暂时让渡。他不相信日本会答应，但他要做出态度。大清虽败，不能全跪。可对面也早有准备，伊藤博文笑着应付，陆奥宗光则冷眼旁观。他们知道李鸿章不是来讨价还价的，是来盖章的。只是盖章之前，他必须象征性挣扎几下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个仪式，是让清廷知道你们从此失去了说不的权利。李鸿章咬着牙硬撑，他白天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，晚上回到使馆房间里几乎不说话。他随身带着一支烟壶，每晚点3根烟，一根接一根，抽到深夜。随从劝他早点休息，他只摆摆手说回去也休不得。他知道国已经败，剩下的只是怎么写下输这个字。然后就在4月，日本忽然来了个转折。李鸿章在回馆途中被一名刺客开枪打伤，子弹穿过他左脸颊，血流满面。他倒下的一刻，身边人惊呼，警卫乱成一团。而他半睁着眼，还挣扎着说：“莫慌，伤不重。”这一枪震动朝野，也震动了世界。日本政府迅速道歉，伊藤博文亲自登门致意，甚至宣布暂缓谈判。外媒开始报道，谈判桌上有流血，文明世界无法接受。李鸿章知道这一枪可能是老天给他的一线生机。受伤后的几天里，谈判气氛骤变。日本提出适度调整条款，愿意象征性减赔500万两，并将辽东半岛的归属问题延后讨论。这看似让步，实则仍掌握主动。但李鸿章看出了空间，他迅速调整策略，在20几份副本上做出对比，最终确定了最能接受的耻辱版本。他不是庆幸这颗子弹，而是庆幸终于有了转机的说辞。他可以对朝廷说我已竭力，可以对百姓说伤痛换来转圜，可以对历史说我没有全输。这不是胜利，而是一种最大限度的保存体面。回国前，他望着春帆楼外的樱花树，花开正盛，风一吹就落。他低声自语了一句：“真像咱们这国家，看着还美，其实早空了。”随从听见这句话，怔住，
不敢应。他明白，李鸿章不是感慨花，而是感慨自己，感慨整个大清。回城那天，他没带任何多余行李，只把那份签了字的条约紧紧夹在手边。他知道，一落地，这就是骂名的开始，是千夫所指的开端。但他也知道，如果不是他签，那就没人能签；如果不是他背，那后面的人会更惨。他选择了做那个挨骂的人，而不是做让国家继续流血的人。李鸿章带着那份马关条约回到中国，迎接他的不是欢迎，不是宽慰，而是一片怒火。北至北京，南至广州，各地士绅、文人、百姓齐声痛骂，卖国贼、汉奸、国耻之源。墙上是画着他头像的通缉画像，报纸上是洋洋洒洒的清流讨伐书。他像被架在一个全天下都能扔石头的十字架上，不容解释。他在天津府邸闭门不出，偶尔出现在公文上，也只写3字：李鸿章。不加言辞，不做申辩。有人来劝他写个自辩文，说哪怕留个记录也好。他摇头，我不须说，100年后自有公道。这不是自信，是清醒。他知道解释是没用的。这个国家现在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情绪的宣泄，而他是最合适的靶子。清廷呢，表面上没动他，实则早已把他边缘化。他仍是北洋大臣，仍有一堆虚衔，但实权早被抽空。他清楚自己用完即弃的命运。他本来也没指望什么朝廷感恩，他太了解这套系统。他说，与其求知音，不如求不误。这句话他从洋务时代就懂了，现在只是更彻底。他没有彻底隐退，他还有最后几口气，还有最后一点责任。辽东半岛的问题在条约中被暂缓，随后俄国、德国、法国3国联手干涉还辽，要求日本退还辽东。李鸿章敏锐察觉到这背后是列强角力的机会，于是转身与俄国接洽，签下中俄密约，换取俄国支持干涉日本。他被骂引狼入室，他不否认，他只说，与其被狼咬，不如把狼拉来做一起。这就是他当时的思路，用强权制衡强权。他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，但也知道大清没时间等长远。他手上没牌，只能抓住每一张过路的烂牌，拼命组合。不是他不讲道德，而是这局面早已不是谁干净谁高尚的时代。而在这些外交博弈背后，他最放不下的还是那句辱国之名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会一个人翻着外电简报，看着那些冷静而残酷的文字。中国签下历史最屈辱条约，东方病夫的垂死哀鸣。他不否认事实，他只是想知道，这一切是否有别的可能，而答案一次次告诉他，没有。他想过退，但始终没彻底退。他知道自己在，就还有些人肯听他一句。他也知道，一旦他倒下，那些刚刚兴起的一点点新气象，很可能就此散掉。于是，他仍偶尔参与国事，提意见，劝人。他不再指望成事，只求别更烂。这期间，很多人来看他，有的是旧部，有的是年轻官员，有的是留洋归来的新派士子。他从不拒谏，也不摆架子，只是反复一句话：你们以后要做的，是我没做到的。这不是鸡汤，是交接。他太清楚，这一代人已经做不了翻天覆地的事了，只能指望下一代人不要重蹈覆辙。有人问他，中堂，您后悔吗？他沉默半晌，说，我没时间想后悔，我只知道，若我当时不签，后人不会说我卖国，但这个国家可能会直接没了。他说这话时，
没有悲壮的表情，反而像是在说天气那样的平淡。他不是想感动谁，他只是不想让后人误以为他是因为糊涂才签了字。他知道自己签的是耻辱，是毒药，但不签就是当场毙命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为官要知止。”儿子不解：“您不是一直在顶着骂名干事吗？”他笑笑：“知止不是躲，而是明白哪一步是强，该撞就撞，不能撞就绕，但不能不走。”这就是他的底色，清醒得很，温和的硬。他不是圣人，也不是叛臣，他是那个被裹在污泥中还要挺直脊梁的人。而就在这段最灰暗的时期，他依然写诗，纸上字迹潦草，却句句透着残阳之气。有一首他只写了2句：“百年奔走归来日，一纸风霜泪满襟。”诗没写完，被他揉了。他不善写情，但这短短一句已经道尽一生。李鸿章没有等到被理解的那一天，他知道理解这种东西不是留给活人的。他选择把自己沉入历史，让后人慢慢去剖析，去咀嚼。他不辩解，也不请求，他只是默默站在一个国家崩塌的废墟上，把签字的手藏进袖子，望着风中飘摇的旗帜，沉默。1895年春末，一声枪响划破马关街头的清晨空气。那颗子弹穿过李鸿章左脸颊，击碎了皮肉，也击碎了表面尚存的尊严幻觉。他没死，反而更清醒了。回到使馆的当晚，他照镜子，看着脸上那枚黑紫的血洞，平静的像在看一封没盖章的信。他知道，这张脸已经不仅仅属于自己了。他没让御医包扎太多，只用纱布轻裹。他说：“让他们看清楚，不是示威，是事实陈列。”他知道谈判桌上讲不了情，讲不了理，只能讲代价。而他流的这点血，刚好成了大清此刻唯一能拿来做姿态的代价。日本人果然一时忌惮，舆论一阵哗然，西方各国也纷纷发声。李鸿章明白，不是自己值钱，是这口气值钱。但他也清楚，这种道德制高点只能用一次，不能浪费。他趁着对方姿态放软，马上推动条约微调，辽东归属问题暂缓，赔款额度象征性下调，开放口岸再议期限。他不是想着翻盘，只是想在已经被按死的版面上留一丝改字的余地。历史终究不会记得这些小数点的差异，但他记得。枪伤恢复后，李鸿章回国。这一程不像凯旋，也不像归隐，更像是被判了缓刑的老臣归案。到达天津那天，外面下着雨，站在码头迎接他的官员站成2排，没人敢先开口。他点头没说话，直接登车。他知道这不是欢迎，而是目送，而他也不奢望有人能理解。之后几个月，他几乎没出门。天津府邸像一座沉默的碉堡，书房整日亮灯，门缝常有浓烟飘出。他不抽烟成瘾，只是借着烟雾思考。他不再看朝廷文书，不再写奏折。他说：“朝廷不需要我说话了。”这句话没人接，因为谁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但他还是没停，他开始修订一份私人的备忘录，记录所有和马关条约相关的谈判细节，包括对方语气、房间布置，甚至哪一页纸上有茶字。他说，若干年后，若有人真想知道这一天为何这样签，我的手稿会告诉他们。这不是留名，是留证。被骂可以，但不能被歪曲。这段时间最让他沉默的是接二连三的辞职请愿书。
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接连上书请理中堂归休，以安天下之怒。这些人有的是他亲手提拔，有的是他信赖多年的盟友。他看完奏折，只说他们没错，是我该走了。可慈禧没有准李鸿章太有用了，即便骂声如潮，朝廷依旧需要他来处理最烂的摊子。于是他就被这样吊着，不放权，不做事，也不明说。他像一个被放在高处展示的瓷器，谁都看着，但谁都不拿。他知道这是清廷惯用的消耗法，磨不走你的人，就磨光你的心。真正让他心灰的不是这一切，而是一次夜谈。他的随员对他说：中堂，您这一步终究被看作是失败。他没反驳，只问了一句：可若不是我，谁去？这个谁去不是疑问，是肯定。他知道这场谈判没有人愿意接手，而他接了。更悲哀的是，那颗子弹并没给他换来真正的体面。有人说那是天谴，有人说活该。他听过这些话，不怒不怨，只是问他们愿意中这一枪吗？没人敢答。他不是要替自己辩护，而是要让人明白，有些牺牲不是道德选择，是时代逼的。他的左脸伤疤一直没退，成了他最后几年里最显眼的标志。有一次，一个幼童在街上看到他，吓得哭出声。他弯下腰，摸摸孩子头，说：孩子别怕，这是个国家摔了一跤的印子。那孩子当然听不懂，但大人们听懂了。很多人第一次不敢再骂他，但这并不代表理解就此而来。他仍是被批判的对象，是轻易的靶子。李鸿章不再试图洗白，他开始刻意沉默。他不是退缩，而是让历史说话。他开始整理洋务运动的档案，写回忆录，交代人事任免、政策制定、失败原因。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份活史书，不是为自己写，而是为后来人留下全景。而他心中那个最沉重的地方，是始终没说出口的那句：我知道签字很耻辱，我也知道不签更耻辱。这句话他从未公开说过。他知道一旦说了，就成了为自己开脱。可他不想开脱，他只是希望未来某一天，有人能站在废墟之上，翻开那页条约，看到背后不是一个坏人，而是一个敢下笔的老人。1901年，李鸿章已经79岁，满头白发，左脸的枪伤依旧狰狞。他从未主动提过那一枪，也从未为签字辩过一次。他知道，该受的骂他都挨了，不该挨的他也背了，但他还没倒下。清廷还要用他，这一次是庚子事变后与八国联军的议和。他走进西方列强的谈判桌时，背脊微弯，步伐缓慢，脸上那道伤疤不言而喻。他不再是那个雄辩自若的中堂，而是一个满身旧伤的新求和人。西方人看他时，多了一份复杂、尊敬、惋惜，也有几分讽刺。他成了大清谈判专员的代名词，成了每一次战争结束时被推出的活化石。可李鸿章知道，没时间考虑这些。国家在裂，城墙在塌，皇帝逃了，百姓疯了，而他还得坐在那里写字。他拖着几近油尽灯枯的身子，每日来回于谈判厅和住所，处理数十份外交函电。他说话语速变慢了，但字句依旧清晰。他说，若这次还谈不下去，我们就要连谈的资格都没了。辛丑条约的条款一条条摆在桌上，赔款、道歉、处决、驻军，
每一项都比马关更沉重。他心知肚明，这不是失败的延续，而是亡国的征兆。他已经无力改变大势，只能在细节里死命拉住最后的底线。他像是在黑夜中捡火星，怕风一吹，连火种也没了。这次他没说什么臣之罪，也没说为国请命，他只是照常签字，然后抬头看着对方说：签了不代表我们认同，只是现在我们没有选择。这句话被外媒写进了当天的电讯稿里，成为李鸿章晚年的最后一句硬话。签完回京途中，他病重加剧，日夜咳血，医生劝他静养，他摇头，国家未安，我如何安？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。他身边的人开始劝他立传、休沐、安居，他淡淡一句：碑文就写李鸿章中堂也，简简单单5个字，是他给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。再过1个月，他在北京病逝，死讯传出，各地反应不一。有人说奸臣终于走了，也有人叹息此人虽败，时不可无。他的灵柩从天津运回合肥，沿途送行者众多，却多是沉默。他在生前被骂了太多，死后反而静了。清廷为他办了国葬，慈禧赐匾中刻，可那几个字挂在祠堂外，更多的是用来平息民怨。他自己早已不在意这些封号，他知道无论叫他忠诚也好，奸贼也罢，都改变不了他这一生的轨迹。不停地签，不停地扛，不停地在所有人最不想出头时站出来。他最后留给子孙的遗言很短：莫争虚名，莫负实事。不是教他们如何自保，而是教他们如何做个能办事又能挨事的人。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伟人，他只是一个在无数次没人肯出头的时刻不得不往前走的人。100年后，人们依然在争论李鸿章，有的说他保守，有的说他卖国，有的说他只顾权位。但翻开他一封封奏折，一页页谈判记录，一个个调兵遣将的批令，会发现他没有一天是轻松的。他不是没错，但他是少有的清醒的面对错误还能往前走的人。他没说过我无悔，但他用一生做了一件事，让这个帝国在崩溃前多喘了几年气，让后人有机会站在废墟上说出我们还在。这个我们虽然千疮百孔，但正是他一次次流血、受骂、签字、妥协之后拼出来的一口残喘。风吹过老宅的长廊，卷起几页泛黄的书信。李鸿章的字迹已斑驳，那些摁下去的笔画深深浅浅，像极了他的人生。有些笔锋刚劲有力，有些却像握笔时手在抖。夜深了，万籁无声，此刻你也可以轻轻闭上眼睛，放下所有心事，睡个好觉。故事讲完了，晚安。